焦慮就不自信，就雙標嘛，是吧？經濟上很小氣算賬，然後外交上挺咄咄逼人的，雙標啊！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叫侵略，那個以色列打敘利亞就叫自衛，這公開搞雙標了，對吧？但這是一塊兒。那麼非西方70億呢是打工的70億，原來挺低眉順眼的，挺服西方的，現在隨着中國印度起來，是不是也不服了？開始問說你憑什麼有特權呢？對不對？所以這個矛盾就上升了，知道吧？西方非西方矛盾是早就有了，但現在我認為在上升，表現形式不一樣。我們一般不叫非西方，叫什麼呢？全球南方，就西方和全球南方矛盾在上升，這是老矛盾啊，老矛盾新表現。然後新矛盾呢很多，新矛盾，比如我隨便舉了2個。第一，我們人類的產業進步會導致國家分化的，就科技進步會導致產業進步。產業進步呢，不是對每個人影響一樣的，由於新產業來，在这個社會裡面，可能對有些人好，有些人就不好，是吧？同理，在國際社會也這樣，對有些國家好，對有些國家就不好。它會分化的啊，還有全球問題也會導致分化。全球問題現在非常多，但最突出的是什麼呢？氣候變化，氣候真的在變暖。現在全球啊，真正認真的應對氣候變化，就咱們中國，是吧？去年我們風能投資是美國的9倍，然後太陽能呢不用說了，是吧？佔全世界80%以上嘛。其他生物智能啊、地熱能啊、核能啊，中國都是1半以上啊。就中国是最認真的在搞这個應對氣候變化，那個應對碳排放，對吧？其他國家就不玩了。這次那個美國的大燃煤法案就不玩了，就回到傳統能源了，知道吧？這是一個基本情況，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家在很認真的應對氣候變化，其他大國都不玩了。所以結論呢，氣候變化就在加速，就正在進行。按照聯合國這個氣象組織的推算啊，到本世紀末，很有可能地球平均氣溫上升2度，上升2度的結果就是一部分冰川就融化，融化的結果海平面上升1.5米，知道吧？上升1.5米呢，那麼對很多島國是滅頂之災呀，就南太平洋26個島國吧就沒了，加勒比10幾個島國就沒了，是吧？像印度洋。我們中國人很喜歡旅遊的馬爾代夫啊、塞舌爾啊、毛里求斯啊沒了，知道吧？這就是很可能出現的前景啊！氣候變化正在進行。那附帶講，那個時候我們海南島有一部分也給淹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海南島也是有損失的。這就是世界未來會面臨的一種災難，是吧？那至少50個島國滅頂之災啊，他們生存都有問題啊。但是呢，我告訴大家，有些國家很歡迎氣候變化，最典型就是俄羅斯啊。2019年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，普京總統公開講說氣候變化太好了，說老子的西伯利亞是苦寒之地啊，以後可是萬里沃野啊，太好了，他真的歡迎的，搞得下面這個島國氣死了，因為他說氣候變化進一步加速，不是北冰洋就可以利用了嗎？是不是？北冰洋就成了地中洋了，是吧？那個其實北冰洋融化以後，但对經濟上啊，對歐洲、亞洲、北美洲的挺好的，就從航路來講，知道吧？從亞洲到歐洲到北美，北冰洋是最佳路線，這個。那北冰洋起來，那對俄羅斯多好啊，對不對？俄羅斯占了北冰洋最大的海岸嘛，這就是世界的複雜性，是吧？來了一個全球問題啊，有些國家急要應對啊，有些國家覺得挺好，歡迎歡迎。那哈薩克斯坦也高興得不得了，他們都歡迎。這就是世界的複雜性，知道吧？世界力量在大變，導致了很多矛盾，老矛盾、新矛盾同時並存，於是世界必然就亂。這就是百年變局啊，它的主要的內容啊。好，那麼現實是吧？我們講的那個93閱兵啊，講了現實的一些熱點啊。下面談一點歷史啊。那個，首先回答一個問題，就是為什麼過去500年西方幹得好？那這其實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大問題嘛。那麼我的回答比較簡單，就是我認為過去500年西方2件事情做對了，2件事，一個大航海，一個工業革命。大航海讓西方超越了我們，工業革命讓西方碾壓我們。就是在過去500年發生的。500年前是大航海超越，300年前工業革命碾压，先超越後碾壓。那麼大航海具體怎麼超越呢？是這麼來的啊，就說錯了，1492是不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，對吧？然後30年以後1522麥哲倫環球航行，對吧？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後呢，西方在知識上就超越我們了，是吧？你想麥哲倫那個船隊人家也挺辛苦的，对吧？2年都走了一圈。走完了就知道地球是圓的，地球表面大部分覆蓋着海水，然後老的歐亞大陸之外是不是有好多新大陸啊？知道了啊，我們不知道，他知道我們不知道，是不是知識超越了，是吧？ knowledge 超越了。第二個要命了，資源超越了，
人類歷史本質上是不是資源的爭奪史啊？是不是？那个，然后誰有資源誰贏，對不對？哎，地理發現以後，它資源超過我們了。資源怎麼超過？就地理範圍擴大了10倍以上。地理擴大10倍，它肯定資源超過我們了吧？對不對？這10倍怎麼來的？怎麼計算的？我算一算給你們聽啊，你們看對不對？我呢以歐洲為一個單元，歐洲多大呀？歐洲是1016萬平方公里，1016，比中國稍大一點是吧？我們960萬吧，是吧？它比我們大50幾萬，比我們稍大一點啊，它不是很大啊。那麼以歐洲為一，1016為一，然後你再看南北美洲，就4個歐洲。澳洲是英國人那幫罪犯搶的，對吧？澳洲比歐洲小一點，但是你們都知道，澳大利亞的北邊不遠是不是印尼呀？印尼是不是荷蘭的殖民地？是不是荷屬東印度殖民地嘛？那麼荷蘭、英國不是都是歐洲人嘛？所以可以給算到一塊兒，對不對？那麼歐洲再加到那個就是印尼加到澳洲，是不是超過一個歐洲了？所以我們就粗算一個嘛，前面4個加1個5個了吧？然後非洲被歐洲人控制了吧？非洲是3000萬平方公里，3個歐洲，對不對？3加5是不是8個？對吧？然後再加一個什麼呢？北亞，就是歐亞大陸是不是以烏拉爾為界的？烏拉爾以東是不是都叫北亞？北亞是不是後來都被老毛子給搶跑了？對不對？其中包括從我們中國搶了154萬，是吧？老毛子的遠東、西伯利亞加起來多少呢？1900多萬平方公里，知道吧？1.9個歐洲啊，8加1.9 9.9了吧？然後加一個南亞，對不對？就印度次大陸，印度次大陸是被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搶的吧？南亞全部加起來500萬左右嘛，0.5個歐洲，0.5加9.9是不是超過10了？10.4嘛，我算了沒錯吧？就地理發現讓歐洲先是知識超越我們，緊接着就是地理超越了，地理漲了10倍，知道吧？當然，後來講啊，這個地理擴大10倍的過程就是殖民主義的過程，很殘酷的，知道吧？裡面充滿了血腥的屠殺呀、征服啊、掠奪啊、販賣奴隸啊，很血腥啊。但我們今天不做道德評價，我們就說結果是不是擴大了10倍？資源超過我們嘛，對吧？2個超越了啊，一個知識，一個資源。決定性的超越呢是市場超過了我們，知道吧？以後你們工作了就知道啊，特別是做企業知道，市場那對企業太重要了，對不對？有市場能活的，沒市場就死亡了。市場決定企業生死啊，那市場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進步與否，知道吧？這個現代經濟學全部是研究市場，現代經濟學的鼻祖就是亞當·斯密嘛，代表作就是《國富論》嘛。1776年出版的《國富論》的基本觀點是：只有市場才能帶來分工，帶來合理的分工，而只有合理的分工才能帶來人類的進步，是吧？宏觀層面，市場決定你進步與否；微觀層面，決定你生死與否。市場是不是極端重要啊？那麼，地理發現讓歐洲超越中國，最關鍵的就是後來市場超越了。在那個之前呢，歐洲的市場是不如我們的，知道吧？因為在那個之前，地理發現以前，其實人類都處在農業文明時代。人類文明其實到今天就2個文明，一個工業文明，一個農業文明。我本人把它叫做第一文明期、第二文明期啊。在全世界都是農業文明的時候啊，中國啊是領先的。中國5000年文明應該有3000年時間領先，是吧？那為什麼領先呢？不是中國古代文人講的華夷之辨，說我們是華夏子孫、炎黃後裔，天生就比螞蟻好，那胡說八道的啊！這是種族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。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得這麼解釋。大家都是農業文明，對不對？而中國的農耕市場世界第一，知道吧？你去看地圖，在農耕文明時代，長城以南的中國是地球上最大的連片的農耕地區，其他任何地方沒有這麼大的農耕地區，知道吧？在農耕文明時代，你市場最大嘛，你當然就領先嘛，這有什麼好說的？而地理發現讓西方超越我們，最重要的超越是市場，它在市場上超越我們了。怎麼超越呢？就是通過大航海，他們先地理探險就克服了對海洋的恐懼。這個人類啊是陸生動物，我們是怕海洋的，知道吧？地理發現就首先克服海洋恐懼，說海洋去了可以回來，不要那麼怕。還有就是通過地理探險，是不是找到了最佳的航海路線，是吧？從歐洲到亞洲到美洲怎麼走，到非洲怎麼走，他知道了，是吧？然後美洲、非洲啊和亞洲怎麼走，他知道了。他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懼，又找到了最佳航海路線，然後海運的優勢就出來了嘛，是吧？常識就告訴我們，海運的成本比陸運要便宜很多，對不對？只不過你要找到航路嘛，是吧？海運就他一找到了航路啊，然後海運成本當然就發揮了，於是人類就進入到大航海時代，對不對？那麼通過大航海，歐洲是不是建立了一個真正的全球市場？
是吧？把那個南北美洲、澳洲、黑非洲跟我們歐亞大陸統合成一個統一市場，這個市場可比中國古代市場要大多了吧？這個就是500年前西方超越我們的根本原因，知道吧？附帶講啊，西方也就是這500年混得比我們好，吃香的喝辣的啊，混得比我们好。但是在這個之前是不如我們的，因為在大航海之前，西方經歷了1000年叫中世紀，中世紀1000年，西方各方面都不如我們的，知道吧？生活啊、生產啊、社會發展水平啊、軍事力量啊都不如我們，生活就不如我們。你們要不信呢，你們去找那個《馬可波羅遊記》看一看，這本書啊，其實可以找得很2、3個小時就翻完了啊。你看那本書就知道，13世紀西方的生活就不如我們的，就老百姓的生活啊，穿衣就不如我們，知道吧？我們中國有絲綢，东漢以後有棉花，就中國成功人士穿絲綢，一般老百姓就穿那個棉花，就布衣嘛。所以中國老百姓介紹自己叫一介布衣，知道吧？中国只有什麼地方人穿麻呀？山區裡面的人，知道吧？那個地方他種麻。歐洲不是，歐洲沒有絲綢。在征服印度以前也沒有棉花，他們都是穿麻的，知道吧？下至乞丐，上至國王都穿麻。所以電影裡面講的哇，那個凱撒高大，凱撒身高就1.57米，知道嗎？就小矮個，根本不是那麼高大。然後呢，穿的就是麻，知道吧？穿的很難看吶。所以電影啊，好萊塢那個造假很厲害的，知道吧？那個，這就是馬可波羅當時的歐洲，知道吧？他真的這麼寫的。然後那個麻呢也沒法洗，所以當時歐洲人是一輩子不洗衣服的，髒的像個鬼似的。知道吧？所以你這麼想吧，你在歐洲住了幾十年，成年了，然後你成功了，然後某一天你穿了絲綢，那個感覺是不是上了天堂是一樣的？所以中國的絲綢，我告訴你，質量是不用管的，管你什麼質量，到了歐洲秒光，立馬就給你搶跑了，知道吧？那個，所以中西貿易叫絲綢之路嘛。其實中西貿易的內容很豐富，很豐富。歐洲人當時特別喜歡中國的鐵器。就鐵鍋質量好，知道吧？鐵器啊、瓷器啊、茶葉啊，他們都特別喜歡。其實中國賣東西很多，但是為什麼叫絲綢之路？因為這玩意兒啊太受歡迎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叫絲綢之路。那個，所以他穿衣不如我們，吃飯不如我們。為什麼？他沒有工具，知道嗎？現在吃西餐是很擺譜吧，左邊叉右邊刀，對吧？告訴大家，這些工具全部是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，在那個以前沒有的，知道吧？這個中世紀歐洲人就是用手吃飯的，跟現在非洲兄弟是一樣的。用手吃飯，你們這個海南那個什麼那個什麼雞燉什麼飯，那肯定吃不了啊，是吧？你們海南叫什麼飯呢？那個西紅柿炒雞蛋他怎麼吃啊？那火鍋就更不能吃了，一吃手沒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吃蔬菜就簡單，叫色辣，對不對？洗一下拌一下，不是說他說理念先進健康的胡說八道，他沒工具，知道吧？非常講他沒工具，他怎麼吃啊？咱們中國人邪門啊！中國老祖宗發明了筷子，對不對？那倆樹枝就解決了，是不是？有竹子的質量還好一點，對不对？所以中國人邪門啊！中國人6000年前吃火鍋啊！我們河南有個賈湖文化遺址，對不對？賈湖遺址6000年那個堆層找到了火鍋嘛，6000年前吃火鍋嘛，是吧？大家都覺得中國人聰明，對不對？很大原因就是我們早就吃火鍋了，吃熟肉是吧？另外有個事兒，有點惡心，但我也講一下。歐洲人沒有紙，知道吧？他大便是手解決的呀，解決完就吃飯，這腸胃疾病特別多，死亡率特別高，知道吧？這都是馬可波羅在真實的情況啊。他真的生活不如我們的，生產不如我們，各方面生產不如我們。他們沒有鼓風機，鼓風機是中國人發明的，知道吧？沒有鼓風機，爐膛的溫度到700、800度就頂頭了，它燒不到1000度以上，燒不到1000度以上，它怎麼可能有瓷器呢？所以瓷器只能在中國產生，所以 China 就是瓷器的意思吧？抖音朋友都知道吧 ？China 不就是瓷嗎？為什麼只有我們有瓷，他沒有啊？因為他沒有那個爐膛溫度，知道吧？爐膛溫度怎麼解決？我們這個玩意兒，我們那個鼓風機呀，那個，所以我現在非常反對以前的說法，說我們中國的鐵器、青銅器從西方來的，胡說八道的，肯定是中國的本土的，知道吧？好，然後那另外就是。因為生活不行，生產不行，所以社會發展程度不行。我們當時的城市化率是超過25%的，北宋的時候，知道吧？我們北宋的時候城市化率25%，而歐洲城市化率就4%。我們最大的城市開封150萬人，最大的歐洲城市羅馬才4萬人，你怎麼比啊？對吧？然後就是识字率，當時中國成年人识字率在北宋應該差不多30%了，女性识字率都超過10%，所以北宋可以產生非常偉大的女詞人李清照吧。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貴雄，是吧？至今是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。能產生這麼偉大的女生，她肯定有閨蜜，對不對？一塊學習，她一個人學不出來的吧？是不是？所以當時中國識字率很高啊，而歐洲的中世紀識字率只有2%，
知道吧？這就是中世紀歐洲的情況，生活、生產、社會發展水平不如我們，還有一個軍事上不行，真不行啊，被我們追着打的。歐洲就是那個中世紀對東方就是十字軍東征，十字軍東征軍迷都知道，組織的很不好，知道吧？斷斷續續200年，10次戰役9次失敗，勝了1次，打得也不遠，就占了耶路撒冷，但是很快被撒拉丁部隊打跑了，是不是？整體來講，十字軍失敗了，知道吧？東方打西方都是壓倒性的。公元5世紀，在東歐出現了極其強大的匈人帝國，首領叫阿提拉，綽號叫上帝之鞭，在他的衝擊之下，西羅馬帝国滅亡嘛。匈人帝國誰建的知道吧？是被我們打跑的北匈奴的残部。匈奴是不是我們這裡的民族？縱橫過百萬里，上下2000年，很厲害的吧？那匈奴犯一毛病，他老欺負中原，知道吧？把中原惹急了，中原就揍他。先是汉武帝啊，让魏勋、霍去病把他揍傷了啊。后來是東漢派了竇憲、耿固2個將軍把他滅了。南匈奴集體投降，北匈奴大部分就消滅了，知道吧？但是残部跑了。消滅之後呢，窦憲還勒石嫣然，刻了一塊碑，紀念這個事兒。2015年，這個碑還找着了，在哪呢？在烏蘭巴托，就是外蒙首都烏蘭巴托東南方向158公里處杭愛山找着了，知道吧？那個，到現在是联合國教科文第1寶貝的文物啊，知道吧？好，然後这个残部啊，匈奴残部就跑到那个歐洲，建立了匈人帝國，對吧？把羅馬帝國給滅了。所以我們的手下敗將把這個揍趴下來，看到沒有？知道吧？就匈奴跟漢朝交手幾百年，是文化水平很高的，打不過你漢朝，老子欺負那些部落沒問題吧？所以他沿途就打過去，然後中亞、西亞、東歐建立了強大帝國啊！是公元5世紀、7世紀阿拉伯人興起是吧？佔領西班牙、葡萄牙700年。13世紀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孫子那個巴都西征，對不對？打到維也納了，整個歐洲聯軍都給消滅了，全部給消滅了，知道吧？差點把歐洲給滅了。13世紀啊，哎，後來是中國人救了歐洲，誰救的呢？釣魚城。哎，以後你們有機會去重慶啊，有個區叫合川，釣魚城就在那，你們要去看一下，這是改變世界歷史的，知道吧？因為當時這樣的蒙古帝國啊，派了一支部隊西征，派了一支部隊打非洲啊，還派一支部隊打南宋，哎，打歐洲的就是巴都，打那個非洲叫序列烏啊，打那個南宋是誰呢？黃帝，蒙哥。就漠北勢力最後一個啊，成吉思汗、窝闊台、貴由和蒙哥，皇帝親自打南宋，結果打到釣魚城，他給打死了，戰死了，知道吧？在釣魚城戰死的結果什麼呢？蒙古帝國就分裂了，一個偉大的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就分裂，分成了5塊，主體就是元朝，就是蒙元啊，忽必烈啊，但是它的西部就出現了4個獨立國家，察合台、窩闊台和金帳汗國，就是巴都的。也叫欽察汗國，然後就是伊爾汗國，中東。那個最後，巴都為什麼不打？就是他一看有皇上沒了，又是皇上要他打歐洲的，知道？不是他自己想打。一覺醒來，怎麼皇上沒了？老子不打了。於是就自立為王，成立欽察汗國，也叫欽察汗國，就是今天俄羅斯前身，知道吧？那歐洲就得救了嘛。所以我去歐洲經常跟他們講那個故事啊。我說你這500年混得人五人六來打我們，你首先要感謝四川的農民吶。因為當時合川屬於四川，知道吧？現在屬於重慶了，以前是四川的。釣魚城之戰，我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極其偉大的一個事情，知道吧？總之這麼一幫傻文人，到現在也沒有寫出來像樣的作品，是吧？這麼偉大的題材你不去寫，不是傻嗎？那個，當然我覺得現在也不應該讓他們寫，他們寫肯定給寫歪了，知道吧？是吧？這麼偉大的事情，一寫得很小氣啊，浪費了這個題材。那個好，這是13世紀啊，東方打他吧，你看北匈奴啊，阿拉伯人、蒙古，然後就是突厥人嘛。突厥就今天土耳其，土耳其就是突厥的意思嘛。大家知道我們這個古代的那個北方帝國是這樣的，最早是匈奴帝國，對吧？匈奴帝國按照《史記》的說法怎麼來的呢？是這樣的，就商湯滅夏桀，夏桀的3兒子叫維純，帶着他的部落跑了，對吧？幾萬人帶到北部，然後他比較先進嘛，他就把草原部落團結起來，這就是匈奴的來源。所以匈奴人有一個毛病，他老說他是炎黃子孫。他跑到中原打我們，他說老子回家，這不是侵略，他說老子回家，他老打，所以最後把漢武帝搞急了，揍他了。這是最早的北方那個帝國啊。